休假期结束了，又要开始忙了。之前2周取消的会议，从这周开始又照常举行。我每天都有现场会议要去公司，一整周都没有办法 home office。今天拿到了新的工作手机，本来拆封时候挺兴奋的，结果因为账号设置问题折腾了一下午。问了 IT， 但是赶上了态度极差的同事，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，我只能先继续用之前的手机。让我不开心的其实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浪费时间。本来计划早点下班去健身房，最后回家的时候都很晚了，计划都被打乱了。但是后来想想，遇到消极工作的人，我只能为他们感到抱歉。他们选择用很别扭的方式去做必须要做的事儿，但是我可以自主选择我的生活态度。这件事儿总会解决的，没关系的。我先好好度过属于我的晚上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早上睁开眼睛，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我要现在就起床，为了晚上早点下班回家做饭，这就是我早起的动力。我现在越来越吃不惯外边的饭菜，包括食堂，而且现在食堂也变得很贵。今天回来晚了，就做一些简单方便的菜，动物蛋白还是鸡胸肉和虾仁儿。我只要吃自己做的饭就浑身舒适。前一阵聚餐比较多，连着几天吃了汉堡、薯条、大块肉和酱汁这种东西，明显感觉状态不对，特别懒散，干什么都没有动力。书上说，人的意识水平大致分为恐慌、压力、觉醒、镇静、疲倦、无力、抑郁。吃自己做的饭可以让我保持在觉醒和镇静的状态之间，因为看得到正反馈，所以即使每天做饭，也完全不觉得是负担。最近感觉有点播客荒，没听到什么特别精彩的单集。最喜欢的是岩中花树最新一期鲁豫对话蒙曼。我以前不知道蒙曼这个人，他其实是民族大学的教授，也是以前百家讲坛的嘉宾。听完这期播客，我好想去看他写的随笔，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出这类的书。就是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，太坚定了。虽然他语速比较快，语调也很活泼，但是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稳定的力量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知道要怎么面对，不管有没有解法。他们在播客里说了一句话，大意就是说，哪怕人生要搞砸，也得是自己搞砸。我特别同意这个观点。其实只要生活的主导权在自己手里，就会坦然面对很多事情。工作里的麻烦，别人的态度，一些不顺利的事总会出现，但至少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生活，我可以自己决定。今天是和一个新的博主跟练，带普拉提球的，时间不长，简单动一动。这个球是疫情时候买的，当时买了不少适合在家运动的东西，但是后来也没怎么用过。看着小小的简简单单的一个球，但是如果把动作做规范还是挺难的。用这个球更能锻炼到更深层的肌肉。运动完了，我才觉得今天该干的事儿都干完了。
我开始看一本轻松的科学科普书，感觉也挺适合小朋友。作者把一些物理理论很拟人的表达出来，比如说2个电子排斥可以认为是一个电子朝另外一个电子发射了一个光子，以此将后者推开。其实我看书真的很杂，想看什么看什么，而且同时看好几本，总能找到适合当下心情状态的书。前几天看网上讨论说，现在 AI 写的书泛滥，而且评分都还不低，感觉我们在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，需要用大量精力分辨什么是 AI， 什么不是。但是一想到在 AI 时代之前出现的书，无论如何都读不完的时候，又很幸福。又到了睡觉时间，虽然下班后的时间不长，但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很好。明天还是要早早起床，为了早点下班做饭。晚安。